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最近呢，我有一位邻居陈阿姨生病住院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叮嘱她回家要注意清淡饮食。这位阿姨呢就很认真，几乎是一点肉、一点油都不敢吃，每天就是吃点粥，蒸的青菜、水煮的青菜、拌的青菜，就这么吃。吃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前几天呢，在跳广场舞的时候，陈阿姨就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头晕，邻居们赶快把她送到了医院。结果医生说陈阿姨是营养不良。那陈阿姨后来呢，就找到我说，明明是医生要求她清淡饮食的，现在又让她去补充营养，到底她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关于清淡饮食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医生口中所谓的清淡饮食是相对于肥甘厚味而言的。那肥甘厚味一般是指的非常油腻、甜腻的一些精细食物，或者说是味道很浓厚的食物。这类食物脂肪和糖的含量都很高，容易造成肥胖，还会减弱消化功能，造成消化不良，以及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从而影响身体对营养的正常吸收。那真正的清淡饮食是指在膳食平衡以及营养合理的前提之下，口味要偏于清淡的一种饮食方式。关于清淡饮食的标准有以下的5点：少油、少糖、少盐，即重口味，以及正确的烹饪方式。那我们下面呢来逐个说一说它们都是什么。首先第一个，选择正确的烹饪方式。我们最好呢是选择清蒸、水煮、凉拌等等最大程度保留食物营养、最低限度增加脾胃消化消耗的烹饪方式。第二是少油。除了油腻的食物，很多家庭炒青菜也会放很多油，但对于一些消化能力差的中老年人、三高人群来说，油要放的少一点。第三个，少糖。有人说我平时并不吃甜的呀，但是呢，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喜欢加2勺糖，可以提鲜。豆浆放点糖，口感更好。再吃一点糖分高的水果，再喝上2包酸奶，不知不觉您这一天的糖分的摄入就已经严重超标了。所以说，建议做饭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加糖了。第4是少盐。吃的太咸会让体内的代谢废物不能够很好的排出，当水分滞留在体内，就会造成水肿和肥胖。除了在日常饮食当中，一些零食，比如说薯条、薯片、炸鸡、饼干、椒盐花生、盐津梅子等等，这些零食都有不少的盐，所以在做饭的时候盐要少放一些，这些零食也要忌口。第5呢是忌重口味的食物。重口味多数都是辛辣刺激的，过食辛辣刺激会刺激到消化系统，会伤害脾胃。那么清淡饮食就是只能吃素吗？不是的，我们以下的3种食物还是要搭配补充的。第一种是瘦肉。那瘦肉呢是为我们的身体每天提供所需的蛋白质。第二种是鱼类，鱼肉富含叶酸、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 等等，那非常有利于为人体提供营养元素，而且鱼肉也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第3是鸡蛋。鸡蛋中高含量的蛋白质、氨基酸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这些食物最重要的是烹饪方法与方式能够符合我们上面说的清淡饮食的5点要求，才是对健康有益的。那么了解了以上的这些当我们再听到医生叮嘱清淡饮食的时候，就不能只吃素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营养的摄入。好了，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